不少老师从最初的被动参与变成了后来的积极参与和交流。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小学的干老师，他参加了一个成都市的培训，就关于怎么样做课堂的那个动画 PPT 的培训。他利用星期天培训完，然后就给我打个电话，他张校长，我今天参加了一个培训，我觉得特别好。如果是我们全校老师都知道这个怎么样做课堂课件的 PPT 的方法，那肯定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他能不能我明天就去跟老师们讲一讲？哎，我说那行。然后第二天全校老师就去听他这个讲座，效果就特别好。那么老师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自信心在提升的这样一个情况？能感觉到吗？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以前我觉得走出去的这种机会还很少，确实很少。然后现在呢，出去的机会很多了，然后呢，学校领导给我们的机会也挺多的，老师展示自己的机会特别多。比如说，到一些这个外省呀，学习观摩，甚至我们也请进来嘛。然后，以前我觉得我们学校要承担什么区级的研究课什么的很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主动的请进来了，有这种自信呢。我觉得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说以前啊，我们到那个城里边去教研的时候，然后别人一说到文家中心小学，念到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因为我们在的所处的是我们青羊区最偏远的一个学校。那不管是其他老师在摆龙门阵，还是就是说一说到文家中心校的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当时啊有一种不想让别人说出那种感觉。以前我们只有当观众的机会，现在我们就有当主角的机会，而且这种主角的机会还越来越多。现在很多人说到文物实验，知道那个网上到处都是，那报纸怎么样，都是这种感觉了。希望别人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希望我们能在我们眼睛当中充满自信，我们就是文翁的老师，就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以前可能就是往后退，不敢往前走。现在我们是往前冲那种感觉。现在想一想，这种变化最大的一个因素到底是什么？我始终想了解一个学校这种外观的变化，派来一个新的校长，真的可以变化会这么大吗？有一个是教学管理理念的变化，实际上是这种理念。关键是我认为老师的动力比较增大了，因为学校比如我们现在城乡一体化之后，我们学校老师发展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比如原来我们高级教师，你只有1、2个，那现在就是说，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都可以评高级。也就是说，我们给我们老师发展机会比较多，所以老师本身的动力就增强了。2、3年后，文翁实验学校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好学校，尤其是这里的国学教育成了令人瞩目的教学特色。每一周，全校的同学们都会轮流来这里吟诵国学经典。张校长，你看这楼梯上都是仁义礼智信像咱们学校怎么就定了这个国学是咱们学校特色呢？当时是基于2方面的考虑。第一呢，就是我们学校当时建好的时候呢，它是挖掘文家场的那个文化积淀，因为文翁第一个兴办官学的人，就中国第一个兴办官学的那个蜀郡守，那么他当时的封地呢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方面呢是想弘扬文翁的仁爱教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教给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到处都是这个，的确有国学要素你看这个地方，对这是好多书法。这个是我们那个为孩子们选的，就是楷书4大家和魏碑的一些碑帖。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下课的时候能够拿上毛笔，沾上清水，就在这个台子上吗？对，比如说我要学这个欧阳询帖，我就拿毛笔在这个地方写。对。特别适应了这个国学
就是对娃娃像学习啊跟做人那方面呢，可以起多大的帮助噻。像强有力啊，说的，总觉得娃娃子回来就多懂事的，增进老人啊这些。互相还跟我们父母交流啊。文蒙实验学校95%的学生都是农民的子女。自从成都开始推行城乡一体化之后，农民的土地流转了出去，不再种地，不少农民靠外出打工和做些小手工来生活。我娃娃这送到这儿学校读书，跟城里头的孩子呢，我就没有啥子分别呀。都同城里头的孩子一起享受了那个教育的那些资源嘛。我就觉得非常好，这所学校。是吧？这以前恐怕是没想到的。没有想到，一直没想到这所学校会变得这么漂亮，这么好。在教育均衡改革初期，派一些名校校长和老师支教的方式效果非常明显，而进一步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这一方式制度化、规模化。2009年，成都市的教育均衡改革推出了名校集团化的新模式。这个所谓集团化呢，就是有一个好的学校，一个最名牌学校为核心，它带几个学校，形成一个教育集团。通过这种集团，发挥这个核心学校、名牌学校的这种管理的这种理念，把它的一些管理的这种方式、教学的这种新的一些理念，直接带到这个学校里面去。成都市泡桐树小学作为名校，也带领几个农村学校、新建学校和薄弱学校进行集团化发展。这个是我们泡桐树小学的本部。对。泡桐小学它叫南区。南区，还有一个泡桐树小学的北区。帮扶的几个校区。我们集团成立第一所呢，就是我们一个农村小学，东坡村的小学。然后划入我们集团，成为我们的西区。今年进入集团的呢，有一个是境界校区，是一所相对比较薄弱的学校。最近才划入集团的呢，就是一所纯农村的小学，是我们的绿洲校区。现在由这4个学校、5个校区就构成了我们泡桐树小学教育集团。你们当时怎么理解这个集团化这个感觉？因为这个说起来有点像这个企业化的这么一种感觉哈，这么一个概念。当时我们的理解就是要去让我们这种学校承担责任和义务，去帮扶这些薄弱学校或者农村学校的发展。概念有了，具体怎么搞呢？怎么给它实现集团化呢？像我们这个集团化呢，就是完全是一体化的一个法人代表。像我作为校长，我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集团总共有4所学校、5个校区，我都作为法人代表。每一个学校呢都有他的执行校长。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这种学校的干部输出到这些集团化的学校里面做执行校长。实行集团化发展以后，执行校长会把泡桐树小学本校的一些先进教育思想和管理理念带到分校去，同时本校还会选送一些优秀的教师去分校工作，促进分校的发展。那其实对你们这个本校来讲哈，派出去一些校长和老师，其实会不会也有一种担心哈？我们这边的教学质量，我们这边教学实力会不会有所下降？包括家长，包括我们自己也担心这些人才队伍的输出，用很多家长的话来讲叫流失，会影响我们整个学校的教师的质量和这个学校的发展，我们也很有担忧。但是实际状况呢，我们发现了另外一种新的优势，像用一句话来讲呢，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样就激活了教师他的一种新陈代谢，而且这些集团化学校的发展，给这些老师提供了更多的、更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老师一输出以后，又有新的老师他会成长起来，以及新的这种学校的管理团队会成长起来，就激活了老师他的一种内部的这种活力。老师看到更多的希望，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亲自来
设计一个桥，而且我们还曾经和集团化办学能够在短时间内整合资源，提高各个学校的办学质量，而网络化和教育信息化能够最快地实现各个校区的资源共享。那就更大了。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网上开展几个校区之间的视频会议，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开展我们几个校区之间的网上研究课、网上教师的教研活动，而我们整个学校的整个教学资源可以由每一个校区的老师可以在线的去共享和使用，包括每一个校区的学生都可以通过网络去共享我们的整个教育资源。炮桐树小学绿洲校区原来是一所农村小学，城乡教育均衡化以后，学校进行了重新修建。如今学校的教育设施和城里学校的教育设施没有什么差别，但师资队伍的素质还需提升。一片雪花有6个花瓣，用乘法算式怎么表示呢？集团化办学以后，炮桐树小学本校的优秀教师会在教师队伍比较薄弱的学校开设名师工作室，并定期到学校与教师们一起分析探讨教学中的问题。实际上昨天我们在做这个课的设计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边有一种担心，就是在这个方法多样化的这种状态下，学生能不能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一直是很担心的。但是今天从课堂学生的情况来看，我们来回顾一下课堂的现场状况。你多长时间来一次呢？一般来说的话，至少是每个月至少来一次。来了以后，主要是您的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次活动都有明确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应该是来自于学生，来自于课堂，来自于我们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很真实的问题。但如果说呢，一个强校派来的老师，其实他1个月可能只来1次哈，那么这种接触时间比较短，它的效果到底会怎么样？比如说我们上一次说的是关于学生的那个学习习惯的培养，关于学生倾听能力的培养这一块上，那么我们这一次说了一些具体的方法，那么我们希望老师们拿到课堂上去用，然后用了以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要追踪这个问题，看有没有变化。如果学生没有变化，就说明我们的方法有问题，然后我们再调整我们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事情坚持做下去。我觉得只有坚持肯定会有效果的。但你们当时有没有设想，这种结合会是一种怎么结合的方式？到底真的能不能让这个2个学校离得其实很远啊，结合成为一体？我是就集团内流动过来的老师，在这里呢，一方面呢就是将炮校好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和这绿洲的老师一起分享，就更重要的就是我由于长期在这里工作，就是结合绿洲孩子的特点，就是将炮校的哪种教学方式最适合他们，就是和老师一起探讨交流，然后就慢慢的拉近2个学校之间的距离。哦，那可是你只来1年吧？每年都有人来，要这样循环着来，而且以后来的人可能会更多，是吧？那在你意识当中，你现在是这个炮校的人呢，还是绿洲的人呢？我现在是绿洲的人，很肯定，很肯定。那我得问问周围的老师，有没有把他当成绿洲的老师呢？有，我们肯定把他当成绿洲的老师，这就是我们的意义。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跟着他们在学，比如说像特技老师、卢老师到我们这儿来，指导我们怎样上课。我们就说像培养学生的倾听方面啊，和课堂上的很多技巧，我们都从这个2位从本部来的老师学了很多东西。哦，是吗？经过这几个月那个罗老师对我们的培训，然后我觉得我们班的娃娃的倾听能力真的有了很大的进步，从而也使得我们这上课的那个课堂的时效性也增强了。我理解好像就是说过去呢，就是单向的哈，我去教就完了，这个不大怎么管孩子怎么接收这些东西。就是这种集团化的这个转变哈，给你们带来真正人的因素上的变化到底是哪些？您觉得？我觉得这个人的变化，一个人关键最在意的就是他的思想。我觉得能够接受到这种炮校集团这种很先进的教学理念，完全就可以把我们从以前的那种固步自封的那种教学观啊，彻底的给
打破。您给自己找的词儿挺严厉哈，固步自封啊。哎，对，确实啊，因为我们们以前是农村学校嘛，是村小，所以说对很多时候就对一般